歼20现在属于生产一代，当然生产的一代呢还会在不断改进改型。那么歼20已经在生产了，显然在研制的一代呢已经在起步。那么就是下一代的战斗机或者是其他的军机会是什么样的？这个呢确实也是值得期待的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本届珠海航展应该说爆料的新消息非常多，尤其是官方的一些说法，引起了媒体和观众的高度关注。那么本届珠海航展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发布了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呢？我们来看看歼20的总设计师、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杨伟是怎么说的。总体感觉呢，这里面的信息量很大，尽管他很多话呢说的并不是那么很直白，但是字里行间透露着很多的玄机。比如说观众和媒体都很关注的轰20是否在研制，会是什么时候出现？歼20是否还有新的改进改型？它今后的使命任务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等等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杨伟总师是怎么提的。那么关于歼20是否会发展双座型的改型，杨伟是这么回答的，说假定有的话，歼20的双座机一定不是教练机，一定是为了装备提升而研制。那么这里面的含义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歼20的双座机有可能在研发，但是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开发一款同型教练机。我们知道很多第三代战斗机都有双座同型教练机，包括美国的 F-15、F-16，俄罗斯的苏-7、米格29，当然包括中国的歼10，都是既有单座型也有双座型。那么双座的战斗机，它的第一个使命任务一般来讲都是用于培训新飞行员的，因为很多飞行员从航校毕业之后他没有驾驶过战斗机，在其期间呢，他需要大量的地面培训，然后才可以驾驶战斗机来执行作战使命任务。那么你怎么能让他熟练的驾驭这些先进战机呢？往往采取的办法是用双座同型教练机进行改装。那么这种改装时间呢，可能在20-30个小时，他就能基本掌握其驾驶术了。那么歼20的双座机有没有这样的使命功能呢？我想如果开发出双座型的话呢，应该是有这样的使命功能的，但不是主要的。而且如果歼20有了双座机，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具备隐身能力的双座战斗机。但是除了培训功能以外，它的更重要的任务，后座飞行员应该要承担起更多作战使命任务，包括电子对抗、武器投射，以及对空中其他平台进行联络、指挥、控制。例如，如果未来我们开发出了能够跟歼20比翼齐飞的中程僚机，或者是一批蜂群飞机，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后座的这个飞行员对这些平台进行有效的控制，比如说给他们分配任务，哪架飞机执行什么样的任务，侦察、攻击，是对地攻击还是空战等等。因此，即使未来开发出双座的歼20战斗机，它的第一个使命任务还真不是用于培训新飞行员，而是用于提升它的作战能力和作战功能。杨伟总师还提到，他说歼20焕发只是开端，今后在机械化和信息化方面的改进会持续不断的推进。那么显然，本届珠海航展亮点之一就是观众们发现，中国空军装备的歼20战斗机呢，已经换装了国产的芯。有了中国国产发动机的助力，那么歼20的综合作战性能可以提升。关键的是，它可以大批量生产了，我们不需要依托国外的动力装置。那么这款发动机应该说综合性能有了提升，关键是它还改善了歼20的后向雷达反射截面，以及改善了红外信息特征，从而进一步的提升了歼20的隐身作战能力。本届珠海航展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中心展台上，其实呢展出了3款20，这里面就包括歼20、运20和直20。很多媒体和观众呢非常关注是否还有一个新的20，他们提问的时候提到这一点，而这一点呢指的是后续的我们是否在开发轰20。杨伟总师呢回答说，至于220时代里大家都很期待的那位，我感觉咱们军迷不得了。
所以大家期待的都会成为现实，走着看吧。这个回答看似模糊，其实已经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大家期盼的另外一款20飞机呢，肯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，不妨走着看。杨伟董事在回答另外一个记者提问时说呢，一个平台有一个平台的使命。我们以前的武器装备都是预研一代、研制一代、生产一代，未来歼20的能力会不断提升，新型的武器装备也会出现。那么显然，它指的是2个20，歼20和另外一个20，那么他们承担的使命任务不一样，都是有需求，而且作用都是非常大的。那么我们国家目前的军纪研制已经完全走上了正轨，按照预研一代、研制一代、生产一代这么一个程序呢，逐步推进。歼20现在属于生产一代，当然生产的一代呢还会在不断改进改型。那么歼20已经在生产了，显然在研制的一代呢已经在起步，那么就是下一代的战斗机或者是其他的军机会是什么样的，这个呢确实也是值得期待的。但是中国航空人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填补我们的空白，追上世界的先进水平，而是要赶超。而赶超关键在预研，在创新。在这一方面呢，从本届航展所透露的一些信息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我们的新型武器装备正在加快预研和研制的步伐，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大量的出现。那么杨伟总师在珠海航展上讲话，他所透露出来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。我们不妨呢总结一下：一，歼20仍在不断的改进改型，现在换了发动机，它可能今后还会换装更加先进的、推力更大、推动比更高的国产动力系统。当然，机载航电系统、武器系统也会在改进中不断升级，包括双座型的改进，以及和无人机配套作战的机型等等，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改进改型的重点。那么20机型里面，大家最期待的那位，应该说肯定会成为现实，只不过大家要有耐心等待。而一旦这个机型出现，将会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国家在隐身、战略远程攻击方面的能力。至于说到预研一代，这可能是很多网友和媒体都非常关注的。当然，出于保密这个情况呢，预研的一代我们现在是不可能透露信息的。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，当我们预研的一代成熟了、出现了，它将会是一款创新型的战机。那么这款创新型的战机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呢？有可能在2030年左右，当然也有可能呢稍微晚一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既然中国的航空工业人推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4代隐身战机，那么下一代的战机我们完全可以和美国、俄罗斯等先进的航空大国一较高下，甚至呢在某些方面超出。因为中国的航空工业和美国、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已经处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，就看谁在发令枪响起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前出，冲到前面，从而引领世界潮流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